都几年了，这样的设计应该要被列为违法吧？嗨，大家好，这里是阿 Y。魔灵钢弹首次登场于水星的魔女前日谈 Prologue， 相信看过的朋友一定对那个4岁小女孩开钢弹还懵懵懂懂就砰砰砰的场景深感印象。魔灵钢弹是由奥克斯地球公司所开发的视作型 MS， 应用了革新的身体机能扩张技术 GUND， 搭载 GUND Form 后 MS 获得跨领域的战斗能力。这类机体被称为 Gundam， 也就是这部作品钢弹名称的由来以及含义。这次要一起介绍剧中登场的2种魔灵钢弹，白色搭配粉红色的是魔灵钢弹，模型在22年8月6日发售，售价1760日元含税。特色是胸口壳层单元的膜内转印，呈现帕梅特刻痕的发光表现，还有可拆卸组合的钢 beat 盾牌。蓝绿色的是魔灵钢弹量产试作型，模型在24年2月8日发售，售价2420日元含税，是万代网络商店限定，配备不同规格的光束步枪，还有背部装备基罗尼安基雷 beat 夹仓。在设定上，量产试作型编号是 XGF01， 动画中有出现2台，识别编号是 LF01 还有 LF02。非量产型的魔灵则是 XGF02， 识别编号 LF03。由此可看出，魔灵的开发其实是比量产型更晚的。2款魔灵高度相似，魔灵是5块板件，一个膜内转印的壳层单元零件，以及一对光束刀特效件，还有一张贴纸。量产试作型则是7块板件加一张贴纸。对，你没听错，就是少了那个转印零件，这点后面我会特别做对比。2款本体的零件基本上完全相同，应该一开始就是共享模具设计，夹口的流道设计非常干净，大量减少多余的零件。外观差异最明显的就是头部天线，胸口零件因为分色需求，量产型另外于新的板件来呈现，透过剩余零件也能把量产型还原成有天线的样子。因为不好拆卸替换，在组装时直接选用喜欢的造型安装。可动部分，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可以360度旋转，但跟衣领的部分有点干涉。头部可以侧摆，脖子一个转轴，抬头低头幅度不错，手臂可回转一整圈，但是背包稍微避让。肩胛可上抬约90度，外侧装甲有一个转轴可小幅调整，手臂平转可360度，肩部是2端球形关节，可做到一定幅度的摆动，前后拉伸虽然不错，但这种设计穿帮严重，连接的方式导致上抬的幅度非常惊人。手肘一段关节弯曲大约120度，表现稍差，腰部能旋转一圈，也有基本的前后左右摆动。大腿没有裙甲干涉，前踢自然没有问题，平转可达360度，但稍有干涉。侧劈因为大腿根部2侧装甲干涉，大约只剩45度，表现不大理想。膝盖2段关节因为大腿的粗大设计，只能弯曲约135度，膝盖装甲可调整位置，后裙甲固定不可动。脚踝是一个膝关节，因为容易脱出，可动范围蛮模糊的，但也因此比较不容易折断，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前脚踝装甲跟前脚掌是球关节连接，有些微可动。后脚掌是直装，可360度旋转。背包的部分分为2对钢 beat 的收纳结构，上段的2侧都是球形关节连接，基座能旋转以及收纳光束军刀。下段机械臂可上下活动，但是无法横向展开，以球关节连接钢 beat 收纳槽，摆动以及旋转当然没有问题。各个钢 beat 要连接上背包也是相当简单，对应背包的形状就能安装。光束枪上有前后2个钢 beat， 前端的需要解锁，上下2个卡扣才能取下。复合钢 beat 盾的拼合也很简单，将纵向的零件拼合后，再横向拼合就完成了，整体稳固，没有散件的问题。与手臂的连接件需要插入滑槽，再下滑扣入，很牢靠，不用担心脱落。再对应本体手臂的孔洞即可安装。我觉得魔灵的盾牌设计相当优秀，不管正反面都是很漂亮的平面，整体的外观会让我联想到独角兽的武装战甲第一，比起 HG 风铃那种还要靠基座才能合体的设计，这顺序合理多
多了吧？魔灵的外观综合上我觉得很优秀，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手中的机匣光束枪在未装备钢臂的时看起来很矮短，虽然附带的光束刃造型不大好看，还略短，但装上后整体感觉就平衡许多。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将钢臂的全数安装上机体的 Beat Down Form。接下来看量产试作型的部分，附录了完全不同规格的光束步枪，是两面盒的形式，长枪管的步枪在外观上也很帅气。背包是全新的零件，搭载 Colonian 基罗尼安暴雷 Beat 夹仓。Colonian 是龟类的意思，可能是指外形像龟壳，没有找到特别的典故。夹仓以球形关节与机械臂连接，机械臂可上下活动并向侧向展开。每一侧的夹仓各有2个舱门，打开后各露出5个机雷发射口，总计能搭载20枚机雷，每一枚机雷都是独立分件，另附6枚展开状态的吸附引爆模式。取出的部分我自己觉得稍难取出，设计上没有很紧，但是因为机雷的喷口角座的角度变得很难去调整施力。机雷上的指示灯是要使用贴纸，这种弧面贴这种贴纸表现又不佳，建议使用涂装。接下来对比壳层单元的帕梅特刻痕，我刚好制作了3机嘛，所以每一种都会跟大家展示。灰色低可视涂装的是使用魔内转印的零件，魔灵与量产试作型都使用贴纸，但贴纸的规格有点不一样。魔灵是将刻痕印在贴纸背面，贴在透明件内侧，量产型呢则是直接贴在胸口零件表面，再罩上原本的透明罩，光线反射的亮度两者差异不大。这样的缺点就是透明件大了一圈会显得不自然，而且这个透明零件的内侧是有凹面的，贴在胸口的平面上也导致少了一些立体感。但最严重的是它贴的位置刚好又是零件的分件处，如果碰到需要拆件的时候，这个贴纸跟废了也没什么两样。都几年了，这样的设计应该要被列为违法吧？魔内转印的零件被阉割掉就先不说，这边至少也要给双面贴纸吧？这部分真的只能用偷懒来形容。后续 HG 系列的帕梅特刻痕表现普遍都不理想，不难理解这样的态度。即便魔内转印效果最佳，但若不能全机保持一致，魔内转印跟双面贴纸本身充其量就是噱头而已。魔灵钢弹在系列套件中表现相当优秀，锐利的外观与分色让整体的资讯更加丰富，也多了不少色彩分割的空间，在真实感上加分不少。不用基座以及拆装直觉的盾牌 Beat Down Form 也让一机有2种截然不同的外观。量产试作型虽然在胸口刻痕关键的地方是一大败笔，但可开舱门分离机雷的背包设计是一大亮点。整体上来说呢，还是一款值得一玩的套件。唯一的硬伤是 PB 商店限定贩卖方式这个行为的本身，结果就是造就大家更难去玩到这款优秀的模型。就动画登场的比例来说，这台应该是一般通路才对吧？真的很希望哪天万代能听得进玩家的声音哦。如果以原价购入的前提下，这2机真的是平分秋色。如果还没有碰过这系列的模型的话，真的很推荐从这款开始入手。虽然比风铃贵了一点点，但我觉得这是完全值得的哦。感谢收看这部影片，如果你也有感想或想法，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如果喜欢这支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支持我继续创作。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